前两天我看了一个年轻的病人他跟我讲了他的故事。他说他在3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首先呢是慢性的疲劳，然后呢脑子有脑雾，注意力不能集中，然后手脚呢还麻，消化道也不好，经常没有食欲有的时候腹泻，有的时候便秘。看了很多医生，做了很多检查，都没有找到他的病的原因。结果呢他自己通过研究给自己吃了一种营养素，这个营养素呢完全改变了他的健康状况。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营养素呢？它跟我们健康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我们自己有没有这种营养素缺乏的早期的表现？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我先跟大家讲讲这个营养素的功能，你就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个病人会有这些症状。它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对我们身体能量的产生非常重要。我们吃了糖、蛋白、脂肪之后要经过一个细胞的三羧酸循环，然后产生能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都需要这个维生素的参与。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呢，人的这个身体的能量产生就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它会有疲劳的现象。第二个作用它是我们神经细胞膜上的一个重要的成分。那么如果神经细胞膜的成分出问题呢，这个细胞和细胞之间的信息传导呢就有问题。除此之外呢，它还参与了我们神经递质的生成和代谢如果缺少它的话，我们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重要的神经递质，像谷氨酸GABA 等等都会受到影响。如果缺乏呢，它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神经精神症状，紧张焦虑抑郁失眠情绪不稳同时呢，对我们的大脑的认知功能也有影响，注意力不能集中，记忆力减退。当然更严重的会出现急性的和慢性的脑功能障碍，有2个特殊的症候群，我们在后面给大家介绍。那么第3个呢，它就对心血管系统有影响，因为它能够参与心肌细胞的功能，影响到细胞的收缩和舒张，那么直接就影响到我们血液循环的问题。如果这方面缺乏，它就会出现心慌、气短，因为心脏功能的衰退造成身体的水肿这个水肿呢常常从脚下开始，最后呢就是它对我们的消化功能也有很大的影响，对我们消化器官的蠕动，对食物的消化吸收都有很大的影响。如果缺这个维生素呢，你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消化道的症状我们这个病人除了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不是那么明显其他的呢都有了。这个营养素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维生素 B1 它的主要成分呢是硫胺素。说起这个维生素 B1 它的发现也是很神奇的发现这个维生素 B1 的人呢，也因为这个原因呢得了诺贝尔奖。他是怎么发现这个维生素 B1 的呢？就是在这个19世纪末在东南亚国家呢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这种病呢造成人们呢肢体无力，不能行走行走的时候呢，他的步态非常的不稳，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刺痛感麻木和异常。当时呢，因为是在斯里兰卡嘛，他们用了当地的一个土话叫做 Berry， 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不能是这个意思。那么就说人们有了这个病以后不能够行走心血管、消化道和大脑都受到影响，造成很多的功能的丧失，所以他们就叫做 Berry 综合症。在一个病找不到原因之前呢，你只能把它叫综合症。那么找到了原因呢，它就叫做 Berry 病了有的人翻译叫贝里病，中国把它翻译成脚气病这个脚气病很可能就是因为它早期的症状呢，可能下肢的浮肿下肢的刺痛、麻木等等，可能是从脚下开始的到了原因不明的时候呢，人们就把它叫做脚气病。这个脚气病实际上描述的是个脚下无力的，而不是说我们另外说的脚气那是一种霉菌感染造成的。那么回过头来说这个故事呢，就是河南的一个科学家到那去做研究，就发现呢，如果那个鸡吃这个糠就是没有脱皮的糠，那呢它就不得这个病。那如果吃了蒸煮的精米的这个饲料呢，
这个鸡呢就会产生这个病。所以呢，他就怀疑啊，在这谷子和糠的这个皮里面啊，含有一种重要的营养素啊。后来日本科学家呢，把这个营养素给提取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的硫胺素啊。维生素 B1 呢就发现了。那么通过使用维生素 B1 的补充呢，很多这个 beriberi 病呢都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改善。那么我跟大家讲的2个严重的综合症呢是什么呢？一个叫做沃利克老病。这个沃利克老病啊，它是一个急性发作的，突然呢走路不稳，意识模糊啊，眼球震颤啊。实际上呢，这就是一个长期酗酒造成酒精中毒以后的一个维生素 B1 缺乏的急性发作的这样一个症状。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要赶快给他输维生素 B1 呢，它就很快会好转。当然了，根本的原因还是不能够再继续喝酒。但是还有一种症状呢是慢性的，它不是这么着急啊，所以你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它出现的就是记忆障碍啊，很多事情它记不住，它怎么办呢？它就编，他把他记不住的东西，他给你虚构出来，讲的一套一套的，你还以为是真的，其实呢，它都是编出来的，我们把它叫虚构。另外，他是完全丧失学习能力的，同时呢，他完全不意识到自己有这样一个问题。同时他的行为比较怪异啊，要不就很冷漠，要不很容易激动发脾气啊。我在做这个神经内科住院医生的时候就碰到过这样一个病人啊，一个老头，他就是典型的虚构，然后呢搞不清楚他是谁，搞不清楚他是怎么来的，搞不清楚他为什么住医院你要问他话呢，他就给你答，但是你一查呢，他都不是真的结果有一天他突然从病房里跑掉了。回来以后没有人知道去哪里，那你说一个病人从病房里走掉了，你说很紧张。我骑个自行车沿着那个郊区的小道追了2个小时，竟然把他追回来了因为我们有他家的地址，好在他好像似乎还记得他回家的方向。当然病到这种时候再加上他酗酒的历史，我们就很容易想到这个病。但是对很多人来讲呢，他的早期症状是很难辨别的。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举3个例子一个呢，就是当一个年轻的女性出现了连续性的肌肉无力和疲劳的感觉，特别是在运动以后或者长时间站立以后感到更加严重。她感觉到这个布袋很沉重走路比较困难。那么经过了一检查以后呢，幸亏这个医生呢想到这些方面的问题做了这个维生素 B1 的检测发现呢比较低给它进行了补充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是想不到这些的。另外呢，就是维生素 B1 在血液里面正常，也不等于说它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呢，最重要的不是在血液里面维生素 B1 的水平，而是我们的细胞在 B1 的使用方面有没有问题。另外一个病人呢，他是一个中年的男性，他出现的症状就是手脚有刺痛，有麻木，做这个精细的动作这个能力下降。他是操作机器的嘛，所以他就感觉到工作上就有困难。更严重的情况呢，就是他发现他的腿的肌肉无力有所萎缩，这时候的这个症状呢就比较严重了。还有一个病人呢，是完全没有这些神经系统问题，他主要是心慌气短胸闷，特别是这个下午和晚上。那么导致他去看病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双腿和这个踝关节这地方开始水肿。因为这个人年龄比较轻嘛，也没有其他的病，是吧？所以检查以后呢确诊他是维生素 B1 缺乏。所以可见这个维生素 B1 的缺乏可以导致非常严重的疾病而简单的补充呢，这可以很快的改善它。对大部分人来讲呢，我们从食物当中呢就可以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B1。那么哪些食物中维生素 B1 比较多呢？第一就是这个全谷类。所谓全谷类，就是吃的要吃粗粮，不要精细加工的这些谷物。然后就是瘦肉，特别是猪肉它含维生素 B1 的量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豆类水果、蔬菜，还有就是动物的肝脏都富含维生素 B1。总之我们希望大家呢出现的原因不明的神经系统的、心血管系统的、消化系统的问题，以及不明原因的疲劳呢，一定要想到维生素 B1 缺乏的，那么通过调整饮食做必要的补充呢，就能够极大的改善我们的健康。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